大家好，我是健康之道的蔡志林。你知道吗？我们辛苦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本想存在银行最保险，却可能因为一时糊涂签下一张纸，就让所有积蓄不知不觉飞走。走进银行，柜员笑脸相迎，理财专员亲切地喊你大哥、大姐，端茶送水，关心家常。这种被尊重的感觉，容易让人放下防备。你会觉得他们推荐的一定是为你好。但我要掏心窝说一句，如果你原本只想存定期或买稳妥理财，却因为理财专员递来一张表格，顺手签了字，那么你的养老钱可能在几分钟内从安全存款变成可能血本无归的投资。银行不会明抢，但里面的门道，请你听仔细。我在金融圈多年，深知其中的弯弯绕，银行高层心知肚明，理财专员熟练操作，却不会主动挑明。他们利用你对银行的信任，对产品的不了解，引导你在关键文件上签下名字。那个签名一落笔，就等于你允许血汗钱从平静港湾流进惊涛骇浪。而掌舵的人可能只关心这一单的佣金。如果你不想退休金悄悄缩水，不想等到用钱时才发现取不出来，请你一定定下心，把下面的话听完。也请点个关注，点亮小铃铛，让我把更多保护钱袋子的知识稳稳送到你面前。花这点时间，可能是你这辈子最划算的一笔投资。我们先一起回想一下，你去银行的经历是不是都差不多？你一进门说想办个大额定存，柜员马上就会心领神会，用内线电话叫来一位理财专员。这位专员热情地把你请到旁边雅致的小隔间，沙发软软的，还没坐下，热茶或者咖啡就送到了手边。然后他们绝不马上谈钱，而是先跟你唠家常。蔡大哥，最近天气变化大，您血压还稳定吗？阿姨，看您气色真好，是不是经常去公园锻炼呀？他们用这种拉家常的方式，飞快地打消你的陌生感。这可不是随口闲聊，这是他们训练有素的第一步，叫做建立信任。他们太懂了，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感情牌比什么数据图表都有用。他们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把你当成老朋友来相处。但说句不好听的，在他们眼里，你存折上的数字可能就是他这个月能不能完成业绩的关键。等你觉得氛围融洽了，放下心了，真正的好戏才开场。你可能明明只想办个1年期或者3年期的定存，利息虽然不高，但图的就是稳这个字。这个时候，理财专员就会换上一种替你着急、为你惋惜的表情，跟你说：哎呀，蔡大哥，您怎么还做定存呀？太不划算了。您看看现在物价涨得多快，定存那点利息，连通货膨胀都跑不赢。您的钱放在里面，看起来数字没变，但能买到的东西一年比一年少，这等于是在慢慢亏钱啊。这句话是不是一下子戳中了你的心窝子？你是不是也隐隐约约担心过，钱越来越不经花？你的焦虑正好被他牢牢抓住了，接着他就会刚好想起一个天赐良机。对了，蔡大哥，您来得太巧了，我们银行正好在推一个针对 VIP 客户的专属财富计划，名额非常有限，利息比定存高好几倍。最关键的是，它跟定存一样，保本保息，安全得很。很多像您一样的退休老师、公务员都在抢着办呢。一听利息高好几倍，还保本，你的心思是不是活络了？是不是觉得天下还有这么好的事，既能多赚点利息补贴家用，又没什么风险？当你脸上露出感兴趣的神情，他就会立刻从文件夹里拿出一沓厚厚的文件，里面满是密密麻麻的小字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彩色图表。这就是我说的那张纸，其实是一整套你看不懂的合同。他不会给你时间慢慢看，而是会迅速翻到有漂亮曲线图的那一页，用笔指着一条昂扬向上的红线说：您看，假设我们5年前就参与这个计划，100万到现在已经变成150万了，这收益多可观。然后他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合同翻到最后几页签名处，用一种轻松平常、不容你多想的语气说：蔡大哥，这个机会真的难得，今天不签，明天可能额度就没了。这些条文比较复杂，您不用逐字看，我刚都跟您解释清楚了，核心就是高收益、低风险，您只需要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签上您的名字就行，剩下的我来帮你处理，保证妥妥当当。它会营造紧迫感，让你觉得机不可失，它会帮你把重点捐出来，显得无比贴心。
他会把整个签约过程说得像存个定期一样简单。很多长辈，特别是独自去银行的，就在这种半推半就、迷迷糊糊的状态下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刻，你以为只是换了一个利息更高的存款方式，大错特错。你笔尖落下的一刹那，你钱的户口就彻底变了。它不再是受存款保险保护的储蓄，而是变成了一份投资，一份保单，甚至可能是连理财专员自己都搞不明白的复杂金融衍生品。你的身份也从稳坐钓鱼台的储户变成了要自负盈亏的投资者，银行和你之间的关系也从保管者变成了代客操作者，而这种操作，他们要收高额的手续费，而且万一操作亏了钱，他们可是不负责的。现在志玲就来亲手剥开这层华丽的糖衣，看看里面包的到底是什么药。首先，它很可能是一份投资型保险，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美，既有投资赚钱的可能，又有保险保障的功能。理财专员也会这么跟你宣传，多好啊！一份合同，既能理财，万一有什么事，还能给家人留一笔钱，两全其美。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心动？但所有的坑都藏在细节里。第一，你投进去的10万、100万，并不是全部拿去赚钱的，它要先被扣除一大堆费用。什么费用呢？首先是初始费用，也就是理财专员的佣金，这笔钱可能占到本金的 5%， 甚至更高。你的钱还没开始投资，就先少了一截。其次是风险管理费，也就是保险部分的成本，年纪越大，这部分扣得越多。还有保单管理费、投资账户管理费等等，名目繁多。7扣8扣下来，你100万的本金，可能真正进入投资账户的只有90万出头，起跑线你就已经落后了。这些理财专员会详细跟你解释吗？不会，他只会滔滔不绝讲那辉煌的预期收益。第二，所谓的投资，其实就是拿你剩下的钱去买基金，而基金是有赚有赔的。理财专员在推销时，只会给你看过去表现最好的某只基金的历史数据，给你画一个巨大的饼，但绝不会重点提醒你，市场有涨就有跌，过去的好表现不代表未来。你买的可能是高风险类型的基金，一旦遇到金融风暴，你的100万变成60万、50万是完全有可能的。到时候银行会负责吗？不会，因为合同末尾一定有一行小字，投资者应自行承担投资风险，这行字就是他们的免死金牌。第三，这种投资型保险锁定期往往非常长，短则5-6年，长则10几年。在这期间，如果你家里突然急需用钱，比如生病住院，孩子买房，你想把钱全部取出来，对不起，要支付高额的退保费用。第1年退保可能直接扣掉本金的 10%， 第2年 8%， 这样递减。你可能不但没赚到钱，连本钱都要亏掉一大块。这和你随时可以提前支取最多损失部分利息的定期存款完全是两回事。所以理财专员说的和定存一样安全是最大的误导，它一点都不安全，它可能亏本，费用高昂，资金还被长期锁死。它唯一的好处就是能让理财专员拿到丰厚的提成，这才是他们拼命推销的根本动力。除了投资型保险，这张纸还可能是高风险基金的申购书。如果理财专员看你对保险不感兴趣，马上会换个说法，蔡大哥觉得保险复杂，那我们看看纯基金吧，更简单透明，收益潜力更大。然后他会拿出另一份文件，上面印着新兴市场、高科技成长、新能源，这些听起来高大上的词汇。他会告诉你，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钱要投向最有增长潜力的地方，不跟上就落后了。但是作为一个即将或已经退休的人，你的首要目标是保住本金和获取稳定现金流，而不是去追逐那种波动剧烈、可能血本无归的高风险高回报。新兴市场的基金可能因为当地一场政治动荡就暴跌，高科技基金可能因为一次技术换代就一蹶不振。你的养老钱经得起这样的大起大落吗？金融监管机构其实有规定，给65岁以上的老年人销售理财产品，必须进行特别的风险评估，不能推销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但是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理财专员在帮你填写那份风险评估问卷时，会引导你，蔡大哥，您是不是也希望多赚点钱改善生活？那这一项我们选成长型吧。您看您身体还这么硬朗，风险承受能力应该不错。
这一项咱们选，能够接受较高风险，好不好？在你还没完全理解那些选项的含义时，你已经在纸上成了一个激进型投资者。有了这份你自己认可的评估表，将来就算你的钱亏光了，银行也可以两手一摊说，这是客户自己认可的风险等级，我们只是根据他的需求推荐产品，我们没有责任。你看他们的说辞和流程是不是设计的天衣无缝，每一步都是一个温柔的陷阱，就等着你一步步走进来，最后出了事，你还告不倒他。更可怕的是，这张纸还可能是一份结构性产品的合约，这东西复杂到很多金融专业人士都搞不清楚，它通常是把债券和衍生金融工具捆绑在一起。理财专员可能会说，这个是保本的产品，只要某个股票指数在一定范围内波动，你就能拿到比定存高好几倍的利息，听起来很美妙吧？但他不会告诉你，如果指数跌破了那个约定的范围，你的本金就不保了，可能会亏损 30%、50%， 甚至更多。当年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连环坑，就是这种结构性产品惹的祸。多少人因为相信保本二字，赔尽了一身积蓄。这种复杂到极致的金融游戏，根本不适合我们普通老百姓。它就像一场设计好的赌局，而你是那个被蒙住眼睛的赌徒。你可能会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些理财专员看起来文质彬彬，礼貌周到，为什么要设套骗人？让志玲这个知道内情的人告诉你最直接、最扎心的答案。答案就2个字：佣金。你知道你办一笔100万的定期存款，银行赚的利差非常薄，理财专员能拿到的提成可能只有几十块、100块，还不够他请你喝那杯咖啡的成本。他花了半小时、1小时陪你聊天，就赚这点钱，他当然不甘心。但是如果他能成功说服你把100万从定存转为购买投资型保险或者高风险基金，他能拿到多少佣金呢？根据不同产品，可能是几千、几万，甚至10几万。你听清楚，他一单生意赚的钱，可能比你那100万存1年定期的利息还要多。面对如此巨大的诱惑，有多少人能坚守职业操守和良心？除了高额佣金的诱惑，他们身上还背负着沉重的业绩压力。银行每个月、每个季度都会给理财专员下达硬性指标，这个月要卖出多少万的保险，多少万的基金，完不成任务就要被主管批评，扣发奖金，甚至面临被淘汰的压力。在生存和良知之间，很多人选择了前者。他们对你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怎么嘘寒问暖，都是经过银行系统培训的标准化流程。如何建立信任，如何挖掘你的痛点，如何只强调收益淡化风险，如何在你犹豫时进行触单，都有完整的脚本。你以为你在和朋友聊天，其实你是在和一名专业的销售高手过招，他掌握的信息和技巧远胜于你。这场博弈从一开始你就是弱势的一方。如果你觉得志玲只是在讲故事，那我给你说一个真实的例子。我认识一位长辈，我们都叫他陈伯，是个退休的公务员，为人特别老实节俭。他和老伴攒了一辈子的钱，大概有300万，想着靠利息安稳养老。前年陈伯的老伴查出大病，需要立即手术，急需一笔钱。陈伯想起有2笔50万的定存刚好到期，就去银行取钱。没想到柜台人员查了半天，说他的账户里没有这2笔定存记录。陈伯当时就懵了，说不可能，我2年前亲自来办的。后来经理调取记录才发现，2年前陈伯来办定存时，被一位理财专员劝说，把这2笔总共100万的钱买成了一款10年期的投资型保险。陈伯完全没印象了，他只记得那个专员特别热情，说有个利息更好的存款升级方案，还送了他1桶高级花生油。当时合同很厚，专员指着几个地方说，这里和我说的一样。陈伯出于信任就签了字。2年过去了，因为市场行情不好，这100万的保险投资账户市值只剩下85万左右。更要命的是，如果现在提前解约，还要扣除 8% 的违约金，里外里一算，100万最后只能拿回不到80万。陈伯当场急得心脏病都快犯了，这等着救命的钱不但没生出利息，反而亏了20万。他在银行大厅里和经理理论，经理却只是冷静地拿出合同复印件，指着陈伯的签名说，陈先生，白纸黑字，是您本人签的。合同里关于风险和提前解约的条款也写得很清楚，我们是完全按照流程操作的，
陈伯看着自己熟悉的笔记，气得浑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那么信任那个像自己孩子一样的理财专员，怎么就落得这个下场？他想找那个专员对峙，银行却说那人1年前就因为业绩突出，高升到别的分行当主管去了。这个故事的结局让人非常难过。陈伯老伴的手术费，最后还是子女们东拼西凑借来的。因为这件事的打击，陈伯的老伴病情加重，陈伯自己也郁郁寡欢，整个人苍老了很多。陈伯的遭遇绝不是个例，在我们身边，类似的悲剧每天都在悄无声息地上演。很多人都是过了好几年，等到急用钱的时候，才发现当初犯下的错误，但那时往往已经追悔莫及。如果你看到这里，觉得似曾相识，或者开始为自己、为家人的积蓄感到担忧，请你一定要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并把它转发出去。你的这个小小举动，或许就能阻止下一个陈伯的悲剧发生。说了这么多惊人的内幕，智霖的目的绝不是要让大家因噎废食，从此不敢去银行，而是教大家如何练就一双火眼金睛，保护好自己的血汗钱。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面对那些可能瞄准你积蓄的推销话术，你必须给自己建立起几道坚固的防火墙。接下来我就分享几个简单易行的方法，只要你照着做，就能大大降低掉入陷阱的概率。第一，出门之前目标明确，去银行前就想清楚，今天主要是去干什么，是缴水电煤气费，还是单纯办理定期存款。确定了目标，进去就直奔主题，办完事情就离开，不要在银行里过多停留，更不要轻易和理财专员开启深入的聊天模式。他们是销售专家，你多聊一句，就多给他们一个突破口。记住，银行是办理金融业务的地方，不是用来交朋友、拉家常的社交场所。第二，最关键的一条，绝不当场签字。无论理财专员把产品说的多么天花乱坠，多么稀缺，多么紧急，你都一定要牢牢守住底线，绝不当场签名。你要学会一句像护身符一样的话，把它记在心里，看着对方的眼睛，平静而坚定地说，谢谢你的介绍，这个方案听起来不错，但我需要把合同带回家，让我儿子、女儿或者我信得过的年轻人帮我看一看，我自己也要花时间好好研究一下。当你说出这句话时，你可能会看到理财专员的脸色微微一变。如果他开始用各种理由催促你，比如明天就截止了，今天不签这个优惠就没有了，那你更要提高警惕，这几乎可以肯定产品里面有猫腻，他怕你拿回去给懂行的人看，谎言就会被戳穿。真正好的理财产品从来不差这1-2天让你考虑，只有那些经不起推敲的东西才会利用你的冲动或信息不对称，逼你立刻做决定。所以带回家细看，是你去银行必须遵守的铁律。第三，如果真的感兴趣，要会问关键问题，别被理财专员的专业术语绕晕，就用大白话问最核心的问题。智霖建议你心里记一张小清单，或者写在纸上带过去，到时候一条条问。第一，请你明确告诉我，这到底是不是定期存款？如果不是，它到底是什么东西？逼他说出产品的真实名称，是保险还是基金？第二，我的本金会不会亏损？最坏的情况下，我投进去10万块，最后最少能拿回多少？逼他明确揭示风险，而不是含糊地说理论上可能，但概率低。第三，如果我下个月突然生病急用钱，能不能马上全部取出来？要扣多少手续费？请你把数字写给我看，测试资金的流动性。很多产品收益看起来高，但钱就像被冻住了一样，拿不出来。第四，你刚才提到的所有费用，包括手续费、管理费、保险费等等，请你一项项列出来，加起来一共要扣我多少钱？让他把所有的隐藏成本晒在阳光下。当他写出那些扣费项目时，你可能自己就打退堂鼓了。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态度要平和但坚定。如果理财专员眼神闪烁，支支吾吾，避重就轻，那么这个产品你连考虑都不要考虑。第四，要特别留意录音录像环节。现在监管规定，给65岁以上老年人销售理财产品，必须全程录音或录像。这本是保护我们的一道防线，但在很多时候却被银行用来当作自保的工具。理财专员会在录音前教你一套说辞，录音时他会问，蔡大哥，我刚才跟您介绍的所有风险，您都清楚了吗？
然后可能会给你使个眼色，希望你回答清楚了。很多人碍于情面或者没仔细想，就随口答应了，结果这段录音反而成了你将来投诉无门的铁证。银行会说，您看，录音里客户自己说清楚风险了，我们没有误导，所以在录音录像时，你一定要实话实说，不懂就大声说，我不懂，对着录音设备说，你刚才讲的基金是什么？我不太明白，这个风险我承受不了，你说的太快了，我没听清楚。你越是表现出你的不懂，这段录音才越能真正保护你。千万不要被带着在录音里说，我都明白，我都同意。第五，也是最后的防线，一定要寻求第二意见。任何涉及大额资金的财务决定，都不要只听取理财专员的一面之词，他们是卖家，立场和你不同。一定要问问你信得过的、懂行的人，最好是你的子女。他们年轻人，上网查资料快，能帮你分辨产品的真假好坏。就算子女不在身边，也可以问问身边比较懂金融的朋友，多一双眼睛看，就多发现一个盲点。记住，钱是你自己的，你完全有权利花时间搞清楚它要去哪里，不要因为不好意思或者怕麻烦就草草签字。如果你已经签了字，买了这些产品，现在看了志玲的视频才恍然大悟，那该怎么办？还有救吗？答案是有机会，但一定要抓紧时间。如果你刚刚签字不久，还在犹豫期内，通常投资型保险有10到15天的冷静期，你可以无条件的解除合同，拿回全部本金，所以立刻找出合同，看看是否还在这个宝贵的期限内。如果是，马上按照合同上的联系方式，用书面方式，比如挂号信申请撤销，1分钱都不会损失。但如果已经过了犹豫期，甚至已经买了几年，事情就会麻烦一些，但也不是毫无办法。你可以首先拨打这家银行的全国客服电话进行投诉，讲清楚当初理财专员是如何用误导性的话术，让你购买了不符合你需求的产品。如果银行内部处理结果你不满意，你可以向金融消费评议中心这样的第三方调解机构申请评议。投诉时要尽量收集证据，比如当初的宣传单页、你做的笔记，或者找到其他购买了同款产品有同样遭遇的人。这个过程可能会有点耗神，但为了拿回自己的血汗钱，绝对值得去努力争取。守护好自己的劳动成果，是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责任。银行首先是一家盈利企业，不是慈善机构。理财专员首先是一名背负业绩指标的销售人员，其次才是你的理财顾问。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完成销售，获取佣金，而不是单纯的为你规划完美的晚年生活。志玲今天在这里揭开这些内幕，不是为了制造对立和恐慌，而是真心希望能唤醒更多朋友，特别是信息相对闭塞的叔叔阿姨们，提高警觉，武装自己。我们的钱每一分都是汗水与时间的凝结，绝不能因为一时的信任，一个匆忙的签名，就轻易拱手送入他人的口袋。请你永远记住，在银行里，当有人拿出你看不懂的文件，催促你在那张纸上签字时，那很可能就是一个裹着糖衣的陷阱。他承诺给你一个美好的未来，却可能悄悄偷走你的现在。在落下任何笔记之前，请停一停，想一想今天健康之道频道告诉你的，把文件带回家，仔细看明白，找人问清楚。你的这份谨慎，就是你财产安全最坚固的铠甲。希望志玲今天的分享真的能帮到你。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说的在理，能帮到自己或者身边的亲朋好友，请一定要按下那个大大的赞，并且用微信、用 LINE 把它分享给你的家人群、朋友群，特别是那些经常独自去银行的老人家。你的这一次分享，或许就保住了一个家庭的毕生积蓄，这真的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最后，再次恳请大家订阅健康之道频道，点亮旁边的小铃铛。未来，我会继续用我的所知所学，揭露更多生活中隐藏的健康与财富陷阱，陪伴大家安稳、安心的走好人生的下半程。让我们一起聪明的生活，智慧的养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